盘点三智从恶魔到魔神的蜕变，奎因与疯狂的 Max 还有什么秘密？大家好，我是朱二笨。尾田果然没有让三智党们等太久，不仅一口气洗刷了三智的冤情，还顺势解锁了恶魔蜂角的新力量。那位王子从未放弃自己的骑士道。这期视频我们就从魔神蜂角的力量出发，详细分析1034话中出现的伏笔与细节。细节一：魔神降临。1033话索隆觉醒霸王色，1034话三智使出魔神蜂角，海贼王之双翼都获得了强化，也意味着鬼岛决战两人最终的力量已经出现。本篇章的悬念告一段落。关于索隆力量的分析，我们在上期视频已经聊了很多，这次重点就放在三智身上。先来看看和觉醒了霸王色霸气的绿藻头比起来，三智得到的力量水平如何？1023话，三智开始察觉到体内力量苏醒。1028话，三智在与奎因的激战中多次遭到重创，终于让外骨骼的力量彻底爆发。1029话，三智因为思绪混乱开始跑向油廓，中途记忆出现了混乱。1031话，三智疑似伤害了一季阿染，违背了自己的骑士道，陷入自责懊恼中，但最后下定决心，全力击败奎因。与此同时，体内的变化逐渐平息，眉毛方向发生变化，变得与杰尔玛其他兄弟一致。三智力量大幅度增强，一脚踢飞奎因。1034话，三智将外骨骼、力量、速度与武装色霸气结合到一起，开发出恶魔蜂角的升级版魔神蜂角，战力登上新的台阶。如果说剑士提高战力的关键之一就是手中的佩刀，那么对擅长踢技的三智来说，提升腿部的力量直接关系到战力提升。回顾一下三智力量提升的过程，可以分成3个阶段。恶魔蜂角的第一个阶段，恶魔之力初露锋芒。三智首次使用恶魔蜂角是在漫画415话，没有任何回忆杀的铺垫，他通过原地高速旋转加热自己的右脚，使其因为高温发红，攻击速度大幅提高，并带有耀眼亮光。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破坏力堪比恶魔，这就是恶魔蜂角的由来。但三智从没有说过自己是从哪里学到这个招式。他的恩师泽普外号红角，因为踢技高超使敌人鲜血四溅而得名。当然换个角度，红角只烧红的脚也不是不可以。这个阶段的三智使用恶魔蜂角时的火焰很少，甚至没有火焰，只是凭借摩擦得到了高温热量。恶魔蜂角的第2个阶段，三智开始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恶魔蜂角，火焰成为标配。经过了2年的修炼，三智的踢击和力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还顺便掌握了月步这样的招式，实力增长后可以承受更高的热量，速度也得到了提升。使用恶魔蜂角时已经可以跳过准备阶段，不再需要原地旋转，能够在瞬间发动，光芒也更加闪耀，甚至在大海中也能够灼烧对手，简直离谱。这个阶段的三智虽然没有完全苏醒体内的力量，但凭借修炼已经突破了普通人类的极限，腿部的火焰开始成为他的代表元素。恶魔蜂角的第3个阶段正式升级为魔神蜂角，即是在外骨骼和武装色霸气的双重加持下，获得远超一般人类的身体强度，也就能施展更加强劲的火焰，并且出现了更加震撼的白色闪电，有一种从超级赛亚人1变成超级赛亚人2的即视感。1034话最后暴打奎因的这一套连招牛肉爆裂，即是三智之前暴打另一个透明能力者阿布萨罗姆时使用的招式小牛肉 short 升级版尾田真对称狂魔。当然这次三智的力量已经得到升华，许多小伙伴都在好奇，出现了闪电之后，三智会不会也有霸王色？有这样的怀疑，主要是因为上一话的索隆已经觉醒，同为海贼王之双翼，差距不会太大。不过如果冷静分析，霸王色霸气一大特征是黑色闪电，无论是在对碰还是缠绕时都会出现。它在漫画中表现为土黑，在动画中表现为红黑，无论是颜色还是形状，都与三智这次展现出来的闪电不同。三智的这股力量很可能不是霸王色霸气，而是杰尔玛改造人能力下一次升级的前奏。这就不得不提到加治的战力。当时三智与加治重逢时，父子俩曾经发生过一次冲突。在三智使用的恶魔蜂角后，加治随后使出了威力更强并带有闪电的电磁碎裂。当时他说了一句：“科技会因战斗而进步。”也许这句话正是杰尔玛力量的奥秘，能够在战斗中不断学习进步，并不断突破自己的力量极限。三智觉醒外骨骼与魔神蜂角的过程，都离不开奎因的极限施压。加治的身体虽然没有经过改造，但他的战斗服应该也具有相似的能力。加治将自己对血统因子理论的毕生研究，全部用在了几个孩子的改造上。早在之前1023话的分析中，我们曾判断血统因子的改造与恶魔果实的力量有关联，所以加治才会珍藏一本恶魔果实图鉴作为改造能力时的参考。另一个佐证则是三智和他几个兄弟的圈圈眉与恶魔果实的纹理一致，这是他们的父母所没有的外貌特征。加治对他孩子们的能力改造可以分成2种，一种是全方位提升他们的力量、速度、防御，统称外骨骼；另一种则是类似恶魔果实的超能力，例如能够使用火花的医治，对应的是烧烧果实；能够发射电流的泥质，对应的是响雷果实。三智的隐形能力对应的是透明果实。这种改造似乎是随机的，连加治也无法完全控制，所以他必须在这几个孩子出生后进行一系列体测，以验证他们身上的力量。随着他们长大，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能力专长，但有些能力依然共通，例如泥质也展现过隐形技能。这种专长在穿上特制的战斗服后被放大。三智虽然代表的是隐形黑，但他已经展现出了医治和泥质的力量。恶魔蜂角使用的火焰，魔神蜂角进一步加入了闪电，还剩下永志代表的怪力。
综合来看，山治体内依然有未被挖掘的潜力，杰尔玛改造人出现过的能力很可能也沉睡在他的身体内，但他要完成最后的觉醒，还需要再次借助战斗服的力量。但战斗服不是已经被他踩爆了吗？别急，山治的 flag 早就立下了。他曾经想要让弗兰奇和乌索普帮他改造战斗服的样式，这次的自爆就是一个契机。弗兰奇绝对不会轻易舍弃这个科学武装，并且他刚好就具备使用记忆金属的技术，几乎一点维修压力都没有，甚至可能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战斗服引发山治力量觉醒的秘密，并去掉能够影响情感的部分。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在1034话中，山治的眉毛方向已经稳定下来了。眉毛方向的变化是山治这次身体觉醒的重要特征。我们知道山治的眉毛方向是两边一致，觉醒前是全部靠右，觉醒后是变成靠左，跟他的姐姐和兄弟们一致。但山治十分独特的保留了情感，那么会不会意味着只有一边眉毛发生改变呢？也许山治现在的眉毛是这样的，首次有了一对正常的眉毛。细节2：科学智力的胜负欲。1034话，奎因再次用各种才艺证明了自己为什么被称为异灾。原来杰尔玛的黑科技早就被奎因研究透了，丹妈费尽心思想要与杰尔玛联姻来获得他们的科学力量，没想到凯多手下一个干部就全部搞定了。奎因在本话中接连展示了火花红、电击蓝、绞盘绿以及隐形黑的力量，如果算上他研制的病毒武器，剧毒粉也已经掌握了。奎因对超越加治的执念丝毫不逊色于凯撒库兰想要超越贝加庞克的疯狂。看来这一群科学怪人都想要登上海贼王世界的科技巅峰。在之前盘点 Mass 团队的视频中，我们曾经详细分析了这个团队后来每个成员的技术方向。加治的改造人技术，贝加庞克的恶魔果实武器，凯撒库兰的人类巨大化和毒气，以及奎因的生化改造和瘟疫弹。这些疯狂的科学家们一起发现了神奇的血统因子理论，然后又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技术应用到开发强大的武器中。这其中，奎因应该算是一个超级缝合怪。除了1034话中展示的杰尔玛科技外，在之前的战斗中，他已经多次使用了类似贝加庞克和平主义者的雷射激光，威力有过之而无不及。也许奎因不仅在研究着加治，也一直紧盯着其他同僚们的发展。凯撒库朗不仅向百兽海贼团提供生产斯曼亚果实的关键原料，还不断卖给凯多和整个地下世界特殊军火。杰克摧毁佐屋的毒气弹就来自凯撒，说不定瘟疫弹就是奎因胜负欲超时下的产物。为了证明自己的技术比其他人更强，奎因不仅疯狂，也很努力。相比其他 Mass 成员最大的优势，也许就是他拥有着动物系恶魔果实。凭借古代种惊人的生命力，他可以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各种改造，将凶悍的火力与强大的防御结合到一起，成为不折不扣的生化改造人杰作。这是奎因自信能够胜过贝加庞克的其中一项技术。在1028话中，他也确实展现了万龙真正的力量，除了人家身体中间发射出去以外，两间能够打开的设计竟然还藏着2座炮塔。如果再双上长出铁爪的辫子，手臂上能够伸缩的铁爪，奎因身体的机械化程度说不定已经非常高。改造人原本就能通过不停的改造机械结构提升自己的实力，外加恐龙本就强悍的生命力，使得奎因拥有恐怖的防御。跟进比起来，整场战斗中奎因吃了无数重击，却依然生龙活虎。作为对比，如果是2年前的和平主义者，在鬼岛战场中只有被秒杀的份。那么问题来了，奎因的技术真的超越加治和贝加庞克了吗？无论是加治的改造人，还是贝加庞克的激光，想来奎因也不可能是请求他们传授技术，只能是通过血统因子的研究，分析出他人技术的原理，然后进行复制。既然是复制，肯定会有些许不同。奎因并没有真正见过杰尔玛的战斗服，因为战斗服是用瓦波尔的记忆金属才能打造，这是近2年才出现的技术。奎因与加治多年未见，他对于加治的理解也许停留在了当年。同样，贝加庞克那个号称能够取代七武海的科学部队 SSG， 很可能已经超越了奎因的认知。所以奎因虽然学到了火花、电击等等招式，但外骨骼、战斗服这些技术依然为杰尔玛独有。奎因最终被山治击败时，一定懊恼不已。毕竟在他看来，山治代表的就是加治技术的精华，而奎因身上拥有的这些技术，则有可能成为另一个男人的学习对象。草帽一火中，弗兰奇在贝加庞克的秘密基地修炼了2年，学会了他的激光技术。如果这个技术与还原的珊珊果实原理一致，也是血统因子的应用，那么也许弗兰奇下一步提高力量的奥秘就是往血统因子发展。有意思的是，在1034话中，山治打断了奎因的手臂，这只手臂上的铁爪可以连续喷射激光。但是在1019话，山治第一次见到奎因的激光炮时，就留下了 flag。那么这场战斗结束后，奎因的机械臂与杰尔玛的战斗服都极有可能被弗兰奇回收研究，他们中隐藏的技术奥秘很可能为弗兰奇打开血统因子研究的大门。果然，一切反派最后都是在为主角团服务。细节3：老鼠中治。山治与老鼠有一种独特的缘分。漫画791话扉页，山治和乔巴与2只老鼠一起做面包，他们的围裙上有着 CHU 的字眼。漫画840话，同年的山治曾经给杰尔玛城堡内的一只老鼠做过炒饭，可惜被加治发现，大骂了一顿，将老鼠连同盘子一起丢了下去。而到了1034话，老鼠中治出现了，还解开了一季小冉被攻击的谜团。这样看来，老鼠也许是山治的吉祥物也说不定。在之前1031话的分析里，我们就分析山治和奎因是边跑边打来到油阔，
他在无意之间替一技挡下了奎因的爆炸，没想到凶手真的是奎因，只不过没想到奎因会用隐身能力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一技。看来被拒绝了10几次，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许多小伙伴觉得奎因的名字 Queen， 怀疑他的性别，并好奇他是不是喜欢女人。实际上，奎因一直爱慕着小紫，会拿着小紫的照片放花痴，而且似乎经常去光顾花街。小紫死后，这份爱意转移到了小冉身上。不得不说，小冉的颜值也是非常能打的。奎因扫码的审美一直在线，会唱、跳、rap 和干架的一哉，也算得上是3哉里面最风流多情的了。而三智这一次不仅洗清嫌疑，还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说不定能收获小冉的芳心，堪称人生赢家。宠物鼠中智的名字有点谐音实质，不知道是不是尾田王的谐音梗。三智和他的兄弟们名字都是来自日文数字的发音，例如大哥一智就是一的意思。这只宠物鼠从名字上来看就和三智挺有缘分，会不会在这场战斗之后，三智再为他端出一份炒饭呢？细节是摇摇欲坠的鬼知道。最后来聊聊本话的一些零散细节。大聪明桃之助虽然还是没能造出大规模夜云，但却能抓住凯多的云朵。其实，在上一话的小图中就已经有了桃子拉着云朵的细节。1034话则描绘得更加具体。此时桃子正好在岛的背面，也就是花之都的反方向，说明他正在努力地往后拉扯岛屿，想要减缓甚至阻止他飞向花之都。桃子能够抓住凯多的云，应该还是因为他们的能力本就来自相同的恶魔果实，也再次证明贝加庞克从凯多身上提取的血统因子，就是将恶魔果实的能力复制成武器的关键。但问题来了，如果凯多被打败后会怎么样呢？大河曾经说过，焰云会因为凯多变弱而不稳定，一旦凯多被击败，能力解除，焰云就会消失，那么鬼之岛就会在瞬间坠落。桃之助必须在这最后的时间内，让鬼岛尽可能停留在花之都外，哪怕它坠落也不会砸到都城。如果大河能够及时将地下火药库处理掉，这样他们设想的目标就能达成了。唯一的麻烦只剩下岛屿上这么多人从空中坠下，真的不会有事吗？岛上目前有数万人，光月武士就有几千名，鬼岛坠落天崩地裂，普通人类能扛住伤害吗？也许这个时候沼泽果实能力者卡里布就该登场了，利用他的沼泽能力，尽可能减少岛屿坠落的伤害，让大家都能安全落地。1034话是以油库内的一场爆炸开场，实际上正好是衔接上一话中奎因对三智的激光炮。上一话里，海贼们拉出大炮准备轰开宴会厅大门，这一话海贼们已经和武士交上手了，说明大炮效果拔群。海贼们之所以发了疯也要冲出宅邸，即是因为大火已经将上城吞噬，而武士们坚决防御的原因也很简单，之前是为了不让海贼干扰索隆和三智的战斗，现在是为了不让海贼们干扰罗和基德的战斗。只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岛上早已无路可逃，连艺伎们都有觉悟，现在要逃的话，不仅要逃离这座岛，还要逃离和之国才行。无论如何，鬼岛决战的结局越来越近了，期待下周的漫画吧。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34话细节伏笔分析，我是朱亚本，下期见啦。